这个小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在公共场合恶意推搡中国小伙，在自家门口遭受如此欺侮，小伙当场就要冲上去干他，吓得工作人员急忙出面阻拦。然而黑人选手却不识好歹，趁着中国选手不注意，一脚就踹了上去。不怕事的小伙当场还他一脚。瞧这家伙梗啾啾的模样，长得像个大猩猩，在中国的地盘还敢这么狂，看来真是我们太客气了。这家伙临下台前还做出抹脖子的动作，当场就把中国选手给气笑了。本以为这只是赛前的一个小插曲，可没想到下场之后，小黑还是不依不饶，跑到休息室里找到中国选手动手动脚，狂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也真是千古奇葩。小伙这回可不惯他，当时就要来一场线下 PK。然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赛前挑衅中国选手了，在之前的一场比赛中就对着王顺利吐舌做鬼脸，丝毫没把一旁的死神方便放在眼里。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他的极限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有一次他击败中国选手后，竟将鲜花送给颁奖女郎，还邀请对方一起愉快的玩耍。没想到这家伙长得像个黑煤球，内心倒是挺自信。此人就是黑人拳王姆巴佩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足球巨星跑来打拳击了。你瞧他身披3条金腰带那不可一世的模样，年仅26岁就打遍非洲无敌手。此次来华扬言中国选手都是土鸡瓦狗，自己一拳能打死10个，这样一个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狂妄之徒，确实应该好好治一治。于是山东小伙王卓毅然决然登上擂台，是要用拳头把他送回非洲动物园好好深造一下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黑红拳套中国小伙王卓，蓝白拳套的黄毛就是姆巴佩。赛前姆巴佩的种种嚣张挑衅早已惹怒了王卓，他立下军令状要将这个小黑打得生活不能自理，所以比赛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，将姆巴佩按在笼边疯狂重击。散打上面这个重拳好像很有效果，还没来得及介绍啊，姆巴佩马达加斯加选手，他是一位这个泰拳系的选手，他的进入比赛的状态是比较慢的，所以说王卓也是抓准这个机会，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，用自己重拳重击，想要在第一回合在对方身上拿到更多的便宜。其实在称重仪式上来说的话，姆巴佩还是很具有这个表现力啊，然后对这个王卓推推搡搡的，但是王卓今天对吧，咱们话不多说，擂台上见。山东小伙王卓非常年轻，他只有18岁，但43战36胜的战绩却相当耀眼，在中国自由搏击新生代当中绝对是一骑绝尘的存在。他的身上不仅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气，还有年轻人独有的轻狂，否则也不会在赛前就要教训小黑。要不是裁判出手拉得快，估计姆巴佩连登上擂台的机会都没有。而黑人选手还不知天高地厚的疯狂挑衅，妥妥的自己挖坑自己埋。对方踢开，不让对方近身，策略没有问题。再来一个中扫腿，变线踢，再加上后直。对方的话也是慢慢的适应了这个高强度的一个，哎呀，这有一个下劈腿的动作，很典型的散打动作啊。然后对对方的一个肩部啊下劈腿进行这个沉重打击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应声倒地的。两下进攻之后再来一个膝撞。王卓凶猛的重拳连续招呼，直接把姆巴佩打得摇晃不稳。就这点能耐，咱也不知道是怎么拿到3条金腰带的，估计是哪个部落里打出来的吧。从画面中看，王卓的身高优势非常大，而且他还是散打出身，能够很好的利用腿法控制距离。而姆巴佩的打法更偏向于泰拳，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泰拳如果攻入不了内围就是个活靶子。所以我们看到姆巴佩很少出拳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距离太远。强行出拳不仅是跟空气斗智斗勇，还有可能被王卓抓赢机。好像还是有蛮大的差距的啊，王卓要利用好这一点儿啊，同时这个要当心对方的一个扫腿啊，练泰拳的扫腿都不轻。勾拳击腹，然后再来摆拳击头。最后的10秒钟，鞭腿击中对方的一个肋部位置，对方也是换架，后手直拳2下都有命中。此时第1回合比赛结束，王卓的表现非常亮眼。首先在气势上就将老黑压制得死死的，就是拳法力度感觉还有所欠缺，不过用来对付小黑已经绰绰有余了。短暂的休息过后，比赛进入第2回合。我们看到这个擂台非常小，倒不是主办方太穷买不起，而是为了让双方选手保持高强度进攻，为观众带来最好的观赛体验。但姆巴佩的表现实在太辣眼睛，这家伙完全不像一个拥有3条金腰带的高手，就好像在擂台上弹棉花一样软弱无力。如果只有这点本事的话，最好还是让远在非洲老家的好兄弟提前留一个挖煤的好位置。他倒下，但是我气势不能输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了。现在就在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将对方击倒了。后手摆刚好命中耳根，再击打腹部，对方的防守有点被打穿了，但是这一轮进攻好像要作罢吗？对方有点扛不住了，还有没有可以继续进攻的机会？膝撞1、2，再来一次。
低扫，对方的腿已经开始发飘了。此时小黑突然捂着肚子蹲了下来，看样子好像受了很重的内伤，咱也不知道是闹什么幺蛾子。裁判也是直接上前读秒，镜头一转，台下还有个老黑嘴里念叨个不停，原来这家伙是卡着8秒的时间再站起来。这一波操作我愿意称之为时间管理大师，别说只是休息8秒了，就算让你补个回笼觉都没用。而另一边的王卓早就迫不及待了，毕竟爽了一半，突然被打断的感觉确实不太好，于是提着拳头就砸了进去。你示意还是可以，后手拳还有没有低扫？王卓的打击的点位还是非常多啊，频率非常高，漂亮击斧击撞，再来这个位置，对方已经有点扛不住了，可能要2次读秒了。对方的防守已经完全被打断，但是他还是很坚强，运用搂抱把这一轮的攻势给缓解下来。但是王卓会放过你吗？我感觉王卓还可以继续进攻。再来后手直拳命中腹部，再来。这个重拳都是非常有力的打击到对方的头部和腹部的。好，再来中扫，变线踢。此时王卓已经彻底掌控了擂台上的节奏，击败对手只是时间问题。于是他开始研究如何能让小黑更痛苦。反观姆巴佩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的意志，提着拳头只敢防守不敢反击。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小黑，那就是人肉沙袋。王卓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，毕竟作为人肉沙袋，对方还是很合格的，能跑会跳不会还手，最关键的是足够抗揍。奈何这家伙就是找不准自己的定位，被揍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还摆 pass 嘚瑟，跟那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的大猩猩如出一辙。姆巴佩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去表现自己的选手，为我们的比赛增加了不同的气氛。低了，体能已经有点顶不住了，但这回合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呀。再来西撞，很漂亮。最后的10秒钟。好，王卓选择了放过对方，第2回合没能够将对方 KO， 但是优势已经足够大。整个前面2个回合加下来，除非姆巴佩在第3回合去 KO 王卓，不然的话，王卓这场比赛肯定没什么问题了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决胜局，姆巴佩的比分大幅度落后。如果想赢下比赛，必须在这一回合打出 KO。然而这家伙却直接化身缩头乌龟。此时小编越来越觉得这小子就是来碰瓷的。王卓可不管他3721，他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揍这个小黑一会儿。毕竟这小子赛前拽的258万一样，又是推搡又是辱骂，不给他点颜色瞧瞧，他都忘了自己是挖煤好汉了。想用正蹬腿把王卓给踢开，已经打得有点慌了。下潜的后手直拳击斧，对方的迎击拳也是打过来，但是距离不够。再来前手摆拳，已经开始乱了。姆巴佩，哎，漂亮，这个中段扫踢是有效果的。再来一次，还有没有继续跟进的重拳？刚才的摆拳击斧、后手直拳击斧都很有效果。王卓又降缓了自己节奏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姆巴佩是真扛揍，挨了这么多记重拳还没有倒下，估计他那3条金腰带也是靠挨揍拿下的。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王卓的力量有所欠缺，这要是换成邱建良的重炮，估计一拳就给老黑干趴下了。对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，要给他缓一缓的时间。其实优势非常大，也不要着急跟对方打，只想要不要在自己的一个战绩上面增加一个 KO 的一点位，打低了，把你的报价打下去，再击打头部，打得很聪明，把你的手一直在按照我的节奏来进行调换。漂亮，砸拳砸到头部。此时小黑的心里估计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逃出这个要命的铁笼。要不是八角笼的铁门早已焊死，这家伙说不准都能跑回非洲去了。而王卓显然没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，一个接腿摔就将小黑撂翻在地。再次倒下的小黑已经很难再站起来了，索性蹲在地上消磨时间。你这比赛打得跟闹着玩一样，赛前狂的就差把老子天下第一写在脸上了，结果上了擂台是个软脚虾。台下这个老黑对姆巴佩的表现也是相当不满，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输了，他们以后在中国的出场费会大打折扣。其实感觉刚才那个摔了一下，并不是一个重击，而是对方的体能出现下降了。再次扫腿，缓过来了。姆巴佩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反击的一个动作呀，一直都是在被动挨打。下劈腿又来，想跟进，但是王卓已经把距离拉开，双飞踢。1、2、3、4，再来一次转身后摆腿，最后的10秒钟，还有没有 KO 的可能性？冲击在对方近身的时候，一个袭击的迎击，最后的几秒钟了，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节奏？哇！第3回合终于结束，小黑感觉自己能活着非常满足，
这家伙之前曾在中国拿下7场胜利，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。我估计他参加的都是儿童组的比赛，但凡参加个青少年组都要被打哭。王卓很可惜没能 KO 对手，好在积累了足够大的点数优势，最终裁判一致判定王卓拿下胜利。对此各位老铁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咱们下期再见。